一个满级天师却惨遭整蛊主播上门打假，他假扮僵尸面目狰狞，看到真正的僵尸你也是一惊，条件反射的向后退了一步，这反应瞬间引起直播间网友的嘲笑。怂了怂了，如烟姐还没真正动手呢，她就吓成这样，扮成僵尸下神棍。如烟姐这波操作太好玩了，柳如烟也很兴奋，对她来说，吓唬别人即是工作也是乐子。每当看见别人哭爹喊娘的样子时，她都会非常有成就感。柳如烟嘴角勾起变态的笑容，呲着獠牙就朝你冲了过去。你看到这一幕也是有些愤怒，现在的邪魔妖怪都这么狂了，上来就要干到死，简直欺人太甚，给贫道死！随即你抄起太极拂尘，啪的一下就打在僵尸的身上。太极拂尘是专门克制邪祟的法器，而且品级极高，一拂尘抽下去，修为不够的邪祟当场就得见他太难。但下一秒你面露震惊之色，只因这只僵尸被你的拂尘抽中，非但毫发无损，反而还露出了一个鄙夷的神情。这僵尸竟然能无视太极拂尘！直播间的网友看到你震惊的表情后瞬间笑不来，这神棍的表情可太逗了，脑瓜子都嗡嗡的吧？话说这道士该不会拿着破拂尘当法器了吧？拿着这玩意抽僵尸，他是怎么想的呢？是想给僵尸挠痒吗？弹幕一片喜闻乐见，当然也有不少人恨铁不成钢。明明道教以前出过很多高人，可现在却只剩下一帮神棍，他们只希望这小道长别被吓尿，否则这么丢脸的视频流传出去，那道教的名声就彻底臭。小神棍，你竟然还敢拿拂尘抽我，我要你尝尝真正的苦。柳如烟变态的舔舐了一下舌头，眼睛开始流出血泪，随后大吼一声，柳如烟张开血盆大口就朝你猛扑了过去。此时他满脑子就一个想法，把这小道士吓哭吓尿。而你看到这僵尸气焰如此嚣张，一时间也是惊愤交加。孽畜，欺人太甚！你当下不再犹豫，抬手喝道：五雷阵法，给我轰！闻言，柳如烟一愣，随后一股莫名的恐怖气息骤然降临。他慌乱抬头，只见月华星麾下的天空，顷刻间黑云盖地，天雷滚动。接着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你，发现你周身涌动着一股雷电。直到这一刻，柳如烟才知道自己打假打到了一个真正道长身上，还是一言不合就开大的那种。他连忙朝着你大喊：“这是雾！”可还没等他说完，愤怒的你直接一指落下，乌云间百十道如蛟龙般的雷电朝着柳如烟涌去，道观外的场地瞬间被雷海淹没。而这一幕也成为了直播间最后的镜头，十几万网友都不约而同地张大了嘴巴。我是看到了什么？雷法！卧槽，这不是个整蛊节目吗？怎么成玄幻大片了？说好的神棍呢？说好的打假呢？这啥情况啊？道观前烟尘渐渐散去，你在心中直呼牛掰，不愧是天师府的顶级大神通。忽然你想到这僵尸最后好像在喊悟什么，由于刚才雷声太大，你没太听清，不过你觉得无所谓，毕竟斩杀僵尸后的修为奖励才是你想关注的。随后你感受了一下五脏内的气，大概还有一半，只能支撑自己再来一发。因为你虽然掌握了五雷阵法的神通，但自己并没有修为，算不上修行者，所以刚才释放五雷阵法依靠的是体内的先天正气。要想真正做到无限释放五雷阵法，还得成为大修行者才行。就在你思索之际，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声望+1+1+1+1。看到奖励后，你不由得茫然了，杀僵尸不是奖励修为吗？怎么冒声望值了？突然你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目光看向旁边时不时冒电弧的僵尸。此时僵尸身上散发着一种烤肉焦糊的味道，身下更是传来一股恶臭。你扫了一眼，妈蛋，居然是屎和尿！你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猜测。随后在僵尸的胸口处看见了一个烧焦的手机，这时你确定这不是僵尸，而是个主播。你气到风中凌乱，现在的人为了流量，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大半夜的扮成僵尸吓道士，随后你骂骂咧咧的拿出手机准备报警，可此时的时间刚好来到子夜12点，周围的温度瞬间骤降。你迅速回到祖师殿，此时放在桌子上的一叠买命钱不断往外渗血，随着一道阴风刮起，买命钱被吹散到院子中，而后那买命钱逐渐凝聚成了一个小鬼。道长你好啊！好你妈的蛋！原来正是这个买命钱让你从一个大帅比变成了一个小老头，甚至害死了你的师傅。买命鬼嘴角勾起阴冷笑意，道长，我时日不多了，可以和你借条命吗？说话间，四面八方刮起阴风，时日不多就赶紧去死，成天借别人的命，你好大的狗脸！买命鬼怒目圆睁，没礼貌的家伙，找死！那就来试试。你抬手一招，道观上方顿时乌云滚滚，这让前一刻还无比嚣张的买命鬼不由得颤抖起来。这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你爹！五雷阵法给我轰！你一手挥落，黑云中十几道的天雷朝着买命鬼奔腾而去，伴随着一道爆炸声，买命鬼直接被轰得魂飞魄散。此时数百里外的一座废弃城隍庙中，一只恶鬼猛然睁眼，短寿鬼被杀了。难道是镇灵司出手了？原来这方世界妖魔复苏，道教圣地自顾不暇，小型道观中根本没有高手坐镇，而佛教中人为了抢夺香火，也绝不会出手救道士。不对，镇灵司的人手就连维护城市安定都很勉强，没理由特地派个高手去个破道观。难不成那道观中有法器？看来明晚得派阴兵去看看了。此时的清风道观，买命鬼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的耳边响起系统提示音：您击杀后天鬼物，修为加300，突破至炼气9重。刹那间一股灵气冲入你的体内，紧接着你衰老的身体也恢复原样。随后你拨通了报警电话，说那个僵尸是被雷劈死，跟你没关系，让他们赶紧来处理一下。可你不知道的是，你引雷的直播视频早已传遍网，并迅速引发热议。卧槽，我白天刚上的科技兴邦教育课，晚上你就给我直播表演法术。当然也有不少网友怀疑视频的真实性，但不乏有专业的特效人员在视频底下留言，根据我从业20年的经验来看，这个视频没有任何剪辑痕迹，视频绝对真实。这一晚网友们议论不休，注定是难眠了。而道观中的你，看着越来越多的声望值，也是陷入了怀疑之中。我该不是火了吧？火了！你招雷的视频在一夜之间火爆全网，不过好在视频中你是以老年人的姿态出现，所以天师身份并没有暴露。而此时的警察也才赶到道观，他们来到现场
场后第一时间拉起了警戒线，紧接着便开始四处检查拍照，顺带进行各种指纹采集。你也配合着回答了一些话，反正承认是不可能。另外，法医对柳如烟的尸体做了检查后，也表示这人是被雷劈死。至于为什么这么倒霉，警察还得后续慢慢调查，反正是很难查到你头上。一众警察走后，道观又恢复冷清的景象。毕竟这些年在网络的全面普及下，各种打假视频层出不穷，许多风水先生和算命大师都被揭露出了骗子的真面目，道士也被贴上了招摇撞骗的标签，不再被民众所信奉。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又在迅速壮大，道教发展空间不断被挤压，道士要么还俗，要么引入偏僻深山之中。回到祖师殿后，你发现经过一夜的发酵，自己的声望值已经突破11万了，随时可以进行抽奖。你换出系统，打开了抽奖选项，抽奖转盘一共有5个，分别是10万一次的初级奖池、100万一次的中级奖池、1000万一次的高级奖池、1亿一次的传说奖池，以及11亿次的神话奖池。11万声望值也只是达到了初级抽奖标准。看看这最便宜的抽奖能抽出什么来？消耗10万声望值，抽奖开始，转盘运作。当其停下后，一道字幕随之浮现：恭喜宿主，你已获得神通五行鬼术。五行鬼术是崂山不传秘术，大成后可使身体游走于金木水火土之间，穿墙遁地，玄妙莫测。看见五行鬼术的介绍后，你不由得拧起了目光。作为一名道士，你当然听说过崂山术法，相较于其他道派所修法术，崂山的法术要偏门许多，因此也让很多道士认为崂山修的是邪门歪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上一届道教罗天大战中，崂山凭借着神秘的术法，确实力压诸多道门，是靠硬实力跻身成的道门圣地。这时系统响起提示，是否融合五行鬼术？你自然毫不犹豫选择融合。伴随着一道光华融入你的眉心，你的五行鬼术瞬间圆满，脑海中也是多出了诸般感悟。你来到木门后，心中默念了一遍法诀，然后便穿行在了门窗之中。另一边，一个女孩正手持着自拍杆来到了道观外，她将镜头对向上面的牌匾，激动地说道：“兄弟们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这个清风道观真的就在我们大昌市。昨晚她看过同行扮僵尸被道长劈死的视频后，第一时间就发现视频背景里的道观是白崖山上的清风观。她兴奋地将这事跟水友们说，结果却被一些黑粉说蹭热度。气愤的苏小洛当即坐车来到场，准备证明自己没骗人。就在他要跨过道观大门，却看见一道身影从墙上悠悠地走了出来。苏小洛直接惊呼卧槽！听到声音的你吓了一跳，疑惑地看向了大门。这一瞬间，苏小洛与你对视。当看见你惊为天人的颜值和气质后，苏小洛心中一阵小鹿乱撞。不过他很快就从惊艳中回过神来，怔怔询问道长：“你刚刚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吗？”你没否认，转口反问他来这有什么事情。苏小洛连忙期待地问道：“道长，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施展了雷法？”你表情古怪地看了苏小洛一眼，感情这女孩是冲自己来的。抱歉，这里没有能施展雷法的道长，而且雷法这种东西哪有人能控制？你要相信科学，请勿迷信。直播间的水友一片唏嘘，倒是小哥哥亲自现身辟谣了。我就说那个视频不可信吧，人怎么可能驾驭天雷呢？道教要真有那样的高手，哪里还会没落啊？苏小洛还有些不甘心，刚刚我还看见你从柱子里面出来了，这不是法术吗？你很是无所谓。频道该说的已经说了，信与不信随你。见状，苏小洛也不知该如何，他环顾了下道观。那道长，请问我能在观里走动一下吗？可能还会有些拍摄行为。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你居然点了点头，得到允许。苏小洛顿时喜悦了起来，他拿着自拍杆就进入了祖师殿。这一幕让直播间的网友一阵诧异，这么爽快的吗？居然还允许拍照。话说上回跟我妈去寺庙上香，本来想拍个照的，结果手机刚拿出来就被和尚拦下。苏小洛逛完道观，并没发现什么异常，一时也是失去了所有兴致。抱歉啊，道长，打扰你了，我先走了，有时间再来上香。说完，苏小洛就准备离开，谁知这天上突然就下起老泼大。苏小洛连忙躲回道观，讪讪地朝你道：“抱歉啊，可能还要打扰您一会儿。”你语气淡然，随便你。此时数百里外，位于荒野的废弃城隍庙外，20-30个诡异的黑影驻足站立，这是恶灵城隍的阴兵。他们前方的恶灵城隍面目狰狞，那观中倒是身无境界，却能引动天雷，可能与法器有关。尔等前去过境一番，看看那观中动静，若有秘宝，我再择日去取。阴兵们齐声回应，随后朝着清风观而去。道观里，你本来还打算趁夜出去找邪祟，斩个妖除个魔，没曾想这雨下了一整天也不见停。一旁的苏小洛正对着镜头诉苦：“家人们，这叫什么事啊？本来想带你们看看雷法的，结果雷法没见着，我自己还回不去，真是倒霉透了。这能怪谁？早就跟你说了，那个视频多半有假，你非要相信道士施展雷法，这一听就是扯淡啊！这些年招摇撞骗的道士被揪出底裤的还少吗？”直播间里不少水友都在冷嘲热讽，当然也有一些苏小洛的铁粉出言安慰：“小洛，想开点了，虽然咱没见到雷法神仙，但这不是见着了一个极品帅哥道士吗？这趟总的来说不亏。”苏小洛看着弹幕上的安慰，也是哭笑不得。这时你转身对他说：“今晚你应该是走不了了，贫道师傅刚去世，他的房间如今空着，你要不将就歇息吧。”苏小洛看着外面的大雨，明白今晚确实是走不成，当下感谢道：“麻烦道长了。”说着二人便去了后院。突然间苏小洛想起来，道长师傅才死没多久，他不由得胆怯问道：“道长，我住内房不会闹鬼吧？”你淡淡表示：“放心吧，这世上哪有鬼，你要相信科学。”你一本正经的样子，苏小洛也是知道自己过于担忧了，当下感谢了你一番。此时苏小洛躺在床上说不害怕是假的，只能一直默念科学民主文明富强。不知什么时候，苏小洛
的眼皮子开始打起架来。然而一道悠悠的低语让他猛然惊醒。阴兵借道，生人退避。苏小洛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然而看向手机，却看到弹幕上全是疑问。主播，你那边什么动静？好像有人在说话，不会真是闹鬼吧？看着水友们的议论，苏小洛的脸都白了。这时一阵阴冷的风吹袭了进来，苏小洛愈发紧张。道长，你在吗？旁边竟是传来声音，在，没事的，你好好睡觉就行了。此时的你已经走出了房间，脸上只有兴奋。你看着缓缓走入道观的数十厉鬼，嘴都笑得合不拢了。借道是吧？来来来，都往里面来，欢迎欢迎。说完，你从系统空间取出了太极浮尘。昨晚这浮尘打在假僵尸身上不起作用，倒是不知打在你们这些真邪祟身上是个什么效果。此时苏小洛已经紧张的不敢呼吸了。阴兵借道，生人退避的话语让他不由自主的联想到一些恐怖的东西。苏小洛在窗户处缩着脖子，突然苏小洛瞪大了眼睛，脸上挂满惊恐和震惊。而在他的手机镜头下，一群漆黑的人影无视了道观的大门，直接穿行而来。这场面让直播间里的水友无不汗毛竖起。卧槽，是鬼！天啊，原来这世上真的有鬼物的存在，我的世界观崩了。话说那个青年观主怎么回事？他不是说要相信科学的吗？这怎么鬼都跑他道观里来了？然而令所有网友无语的是，如此危机的情况下，那个观主居然还跑到了院子里。更过分的是，他还一脸兴奋地朝那些厉鬼招手，看得苏小洛人都整傻了。直播间网友更是狂刷弹幕。我靠，这倒是疯了！难道没看出来那是一帮厉鬼吗？终于明白这家伙为啥坚定地相信科学了。鬼都到家门了还认不出来，这种人怎么迷信的？此时你发现，这突然到来的鬼物大概有10几只左右，个个鬼气森森，实力不凡。之前一只买命鬼就让自己直接突破了炼气9头，这一帮阴兵还不得让自己的修为蹭蹭暴涨。想到这，你忍不住兴奋地搓手手。而那帮阴兵在听见你热情的呼唤后，也是愣了一下。欢迎我们吗？他们笑了，笑容诡异，漂浮的身形直接朝向后院而来。躲在静室里的苏小洛欲哭无泪，完了完了，真朝这边来了。而直播间里的水友们也是纷纷为他默哀。主播，下辈子请珍爱生命，远离道观。这年头的道士真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啊，不学无术也就算了，咋还一点眼力劲都没有？阴兵借道，你还热烈欢迎，来吧来吧，让我看看太极浮尘真实的威力。随后心念呼唤，太极浮尘悄然出现，被你单手藏在身后。此时一个阴兵已经来到了你的身前，目光贪婪地打量着你。道长你好啊，你微笑着回了一句你好。说完拿出太极浮尘朝面前的阴兵打了下去。此时你拿出太极浮尘朝面前的阴兵打了下去，阴兵还没反应就被浮尘当场拍碎，剩下的阴兵齐齐懵逼。不是他人呢？你摇头，频道也不知道了。话音落下，一名后天境阴兵瞬间来到你的面前，张开血盆大口好像要一口吞了你。见此情景你一脸淡定，手握太极浮尘往厉鬼的嘴里一插，只听厉鬼发出了一声凄惨叫，接着身形便融化在空中。苏小洛被这一幕惊得捂住了嘴巴，而网友们直接沸腾了。卧槽，什么情况？那只厉鬼一插就没了。不是，这浮尘这么变态的吗？难怪这道长稳如老狗，感情是有法器在身上。其余阴兵不悲反喜，干掉他，带着法器回去跟城隍大人领赏。随后剩下阴兵全都朝你扑杀了过来。你眸子微微眯起，是时候为道教证明一下。随即抬手一挥，太极浮尘瞬间爆发出了绚烂的光芒，冲在最前面的4、5只厉鬼当场湮灭。这一幕将剩下的厉鬼吓得掉头逃窜。然而你隔着10几米远不断挥动浮尘，炽烈的正气四散爆发，走过之处厉鬼纷纷化为虚无，而你的脑海中也不断飘过奖励提示，最后修为停在了后天境3重。此时在静室内窥探的苏小洛已经呆若木鸡，直播间里的网友亦是集体懵逼，这就是他的欢迎借道吗？这可真是有朋自远方来，无意虐乎啊！此时你微笑着来到最后一只炼气阴兵的身边，给那家伙吓得浑身不断发颤。说吧，来干嘛的？你并没有急着动手解决掉这最后一只。昨天买命鬼刚来，今儿个就阴兵过境，这让你不得不怀疑这些厉鬼是有组织的行动。阴兵恐惧的开口，是城隍大人让我们来的。昨天短寿鬼在这儿出了事，城隍大人怀疑这里有法器镇守，让我们来试探一下，确认有法器了就赶紧回去，然后等月圆之夜，城隍自己过来取。没成想变成这样。你听完不由得微微挑眉，短寿鬼不用说，肯定就是那个7日借寿的买命鬼。然后你直接就问出那城隍是个什么东西。那老鬼解释，我所说的城隍大人是指修行了300年的妖魔，他以前一直生活在城隍庙附近，后来城隍庙废弃，他便自己入住了进去，撑起了城隍。我们都是他称城隍之后强行收服的手下。今天冒昧来到您这，完全是身不由己。道长您一定要明察，那妖怪很厉害吗？很厉害的。据我所知，城隍大人这阵子已经突破到先天大妖的境界，现在就连禅林寺的方丈也要卖城隍大人几分面子。另外，城隍大人有些怪异的手段，他似乎是不怕法器的，这你倒是不怎么在意。虽说你现在只是后天的境界，但架不住配置高，外有太极浮尘，内有先天正气，还有个天师府的顶级雷法神通，碰见正经先天修行者，不敢说伪物，但是邪祟之物，你还真有越境斩杀的底气。当然了，这个老鬼口中的妖城隍不怕法器，还是让你有些意外的。那他怕天雷吗？老鬼愣了一下，道长，您说笑了，妖魔鬼怪之物哪有不怕天雷的？听到这个回答，你若有所思的笑了笑，随后挥挥手，行了，你走吧。
老鬼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此话当真？闻言，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老鬼却是不由自主的一颤，毕竟你杀鬼的时候你是这个人。随后，老鬼颤颤巍巍地往山下飘去。待到走远后，他浑身阴气爆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荒野城隍庙。此时的恶灵城隍看着那一批接连熄灭的阴灯，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致。究竟发生了什么？莫非是有道教高人出手吗？原先按照他的推测，那道观内应该是有镇邪法器，杀了短寿鬼一个错的不可。为安全起见，他特意派阴兵过境去走上一遭，甚至他还特意叮嘱，若真是有法器，不需要动手硬拼，只管回来等月圆之夜自己前去取便是。可谁曾想，那些阴兵过去不久，阴灯竟然接连熄灭，这让他一时之间踌躇不定。这时，一个修为低下的阴兵回到城隍庙中，恶灵城隍微微意外，到底发生了什么？老鬼不敢隐瞒，将此行发生的一切都详细讲述了出来。恶灵城隍没有在意老鬼的逃命过程，脑子里只有那道士手持太极拂尘一通乱杀的场面，他的脸上涌现出了贪婪的喜悦，果然是有法器镇守。恶灵城隍妖异的眸子看向天空，还有3天就是月圆之夜，想到有一柄品级可能超乎意料的法器在等着自己，恶灵城隍已经心痒难耐了。他自头看了眼老鬼，阴兵都死了，留你也没什么意义。随后一口将他吸进了肚子。此时的你回了道观，你之所以没出手杀掉那只老鬼，主要是想放他回去报信。方才太极拂尘的风采被你展现的淋漓尽致，以那妖城隍贪图宝贝的性子来看，势必会亲自前来夺取。到那时，你若能成功斩杀掉一个先天境大妖，不敢想象修为奖励会何等丰厚。还有3天就是月圆夜，得想办法再提升一下实力。恰在此刻，脑海中又出现了声望增加的提示，你一阵目光看向后院，这才想起来观里还有个女主播。此时苏小洛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来到了10几万人。方才你手持太极拂尘杀鬼的场面被网友们全程观看，所有人都震惊的瞠目结舌。昨天刚看了年老道长一怒施展雷法轰杀整蛊主播，今晚又来了个青年观主，一人独斗数十只厉鬼砍瓜切菜。不是说道教都是神棍，只会招摇撞骗的吗？这究竟啥情况啊？此时的苏小洛已经从呆滞中回神，他连忙跑出了近视找到了你，脸上充满了崇拜。道长，其实我从小就对道法特别感兴趣，请问您可以收我为徒吗？你上下打量了这女孩一眼，你想当道士？对，我想修仙。然而你却是摇了摇头。作为一个跟了清虚师傅20年的道士，你非常清楚修仙问道有多难，要不是系统的机会，直到现在你也只是个普通人罢了。年轻人应该要多读书，修仙什么的都是假的，你要相信科学。行了，赶紧去休息吧，明天早点下山，努力工作，要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明白了吗？你说完直接就扭头走了。随进室的门被关上，原地只留下了苏小洛在风中凌乱，而直播间的网友此时却都是笑翻。谁能想到，在如今道教没落的年代，好不容易有个大美女虔诚信道，结果这道长直接就给拒绝了。苏小洛终于回过神来了，听着道长将进室门反锁的声音，他的嘴角不自觉的扬起。本姑娘不信当不了你的徒弟。苏小洛内心燃起熊熊的好胜心，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这位道长的义女。当然了，这个事还得慢慢来，至少得先把感情培养起来再说。想到这，苏小洛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转身回了自己的静室。今晚的直播内容又被网友们传到了网上，当夜就有多达10几家媒体新闻将苏小洛直播的视频剪辑成了文案，直接推送上自家的头条。震惊！美女主播向道士拜师，竟被道士提出这种要求，火了！你灭杀阴兵的视频一夜之间火爆全网，随着 UC 震惊不抢先发文，其余各大媒体也纷纷跟上。天鹅资讯，继神秘老道施展雷法之后，又惊现青年道士横扫厉鬼，这究竟是一场炒作，又或是道教不再低调的举措？明日头条：青年道士驱厉鬼，却劝主播信科学，他在害怕什么？361度，道教高人频繁出现，是否与最近各地离奇现象有关？充满了噱头的标题登上各大网站热搜，就迅速引起了网民的关注。而你斩杀阴兵的场面，毫无疑问让大家都惊为天人。在网民们的视角中，那些阴兵狰狞恐怖，个个都是强悍的恶鬼，然而在你的面前却成了一群土鸡瓦狗，被你随手扼杀。这样的反差让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不过最让网民们津津乐道的，还是视频中的你苦口婆心劝主播相信科学的场面，这许多网友都对你生出了好感。第二天一大清早，苏小洛就下了山，道观又只剩下了你一个人。值得一提的是，从昨晚开始，声望加1的提示就一直停过。黄昏时分，你打开了抽奖面板，直接来了波2连抽，恭喜宿主获得神通，咫尺天涯；恭喜宿主获得神通，掌心雷。你微微意外，又抽到了一门雷法，茅山掌心雷和五雷正法大范围打击不同，掌心雷更偏向于定点打击，威力虽然逊色一些，但消耗的灵气很少。将掌心雷融合后，又立即融合了咫尺天涯，这是一门加持速度的神通。你当下施展咫尺天涯，脚步腾挪，身形闪烁，片刻间就出现在了市区之中。一不小心来到了洗浴店门口，此时一位位身材曼妙的女孩正站在各自的门口拉着客人。突然一名女孩看见了你，顿时惊为天人，毕竟你太帅了。女孩直接上前拉住了你的袖子，要将你带进店里。你表示自己是出家人，可女孩硬是要将你推进店里。这边的拉拉扯扯很快引起这条街上几10个女孩的注意。众人见到你这个玉树临风、帅到离谱的年轻道士，
后，纷纷眼睛放光围了过来，还对你拉拉扯扯。最后你选择了一名叫玉玉的女孩。玉玉本想拒绝，却被老板娘看见了，她连忙将你带上楼，边走边说：“玉玉是新来的，还有点放不开，老板别介意啊。”将你带到房间后，老板娘让你稍等会儿。随后她出门来到楼下，不安的玉玉早已等候多时。姑姑怎么办？要逃吗？老板娘笑了笑，为什么要逃？玉玉愣了一下，有些紧张。那是个道士啊。老板娘一脸淡定，不用慌，一个道士而已，这年头真有道行的道士都已经隐退深山，正经道士岂能来这种地方？玉玉闻言不再担忧，好奇问道：“对了，姑姑，原先的那些姑娘你都已经吃了吗？”说到这个，老板娘嘴角勾起了一丝狞笑，昨晚上就吃干抹净了，现在我已经彻底稳固住了后天的境界。玉玉闻言顿时露出了艳羡的神色。老板娘笑道：“不用羡慕，其实你的根骨资质比我好得多，只要多吸食阳气，吃人血肉，修为很快就会提上来。”此时你还在房间里静静等待。随着敲门声响起，玉玉走了进来，并反锁上了房门。她的眼神开始变得冷漠，几只狐狸尾巴随之浮现。道长，你好香啊！闻言，你发出了冷笑。贫道还真够走运的，刚下山就撞见狐狸精了。说完，一颗散发着恐怖威压的雷霆出现在了你的手掌心中。玉玉瞬间大惊失色。一楼的储物间里，老板娘还在幻想着玉玉将你的阳气吸食往后突破的景象，脸上布满了期待。然而就在这时，楼上骤然传来一道巨响，玉玉直接从2楼房间撞破了整面墙壁，摔在了红灯阶段。此时，玉玉嘴角溢血，脸色煞白。老妖狐瞬间怒了，目光阴冷的看向你，没想到还是个真道士。说话间，老妖狐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狠戾。若叫以往碰见道士，他肯定不敢与之争斗，但如今时代道教的没落已经是众所周知，坐稳了后天境界的他，根本没把你一个年轻道士放在眼里。伤我族人，给我死！摔落在街角的玉玉看见这一幕，当即大呼：“姑姑，不要，快跑！”老妖狐没有理会玉玉的警告，直接一掌挥向了你，而你露出了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然后手掌一扬，一簇雷霆轰然释放。老妖狐双手直接炸成一团血雾，身体重重摔在街边，原先眼中的轻蔑消失一空，取而代之的是畏惧。他画出本体狐狸，嗖的一下就窜进了夜色之中。玉玉就更不用说了，早早就显露狐狸本体，疯狂逃窜，你紧随其后。两狐一人转瞬之间就冲出了市区，不好，要追上来了！看来只有逃到东郊城隍庙，由那位大妖出手，才有活命的机会。玉玉有些怀疑道：“以那家伙的速度，咱们真能在他追上前赶到东郊城隍庙吗？”老妖狐喃喃道：“可以是可以。”随后他一个脚蹬在了玉玉的身上，玉玉直接被踹飞了出去。你帮姑姑拖延一下，日后姑姑会为你报仇的。玉玉愤怒到了极致，紧接着后背一凉，他惊恐回头，对上了你人畜无害的微笑。你手中雷电瞬发，直接将其拍碎。另一边在亡命的奔赴下，老狐狸终于看见远处那座废弃城隍庙，他声嘶力竭的大喊：“城隍大人，救我！救我！”当恶灵城隍见到狐妖被一个道士追杀时，他眼眸中升起了一抹诧异，很久没见到有修为的道士，这一个居然还有着后天的境界，有意思。恶灵城隍嘴角勾起了玩味的笑容。恶灵城隍身形缓缓显化，他走来了来了，无法天师第6级来了。老妖狐看着这位大妖出现后，心中的惊恐逐渐消散。臭道士，坏我好事，你死定了！他目光狠厉的回头道，结果刚一回头，就看见一条翠绿的竹子如同箭矢一般朝他急速射来。老妖狐脸上浮现出莫大惶恐，下一秒竹子刺入他的身体，他瞬间化为飞灰。您击杀了后天1重狐妖，修为加300，恭喜宿主突破到后天境4重。伴随着系统的提示，一股磅礴的灵气涌入四肢百骸，你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另一边的恶灵城隍脸色铁青，大胆道士竟敢在城隍面前放肆。此时的你表情古怪，看着他身上散发着磅礴的妖气，你已经确定他就是昨晚阴兵所说的城隍。恶灵城隍目光威严地盯着你，见你不敢言语，他便认定你已经拒了自己。当下他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无为城隍，既见神之，为何不拜？你顿时一愣，回过神来忍不住嗤笑出声，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自称城隍？你一脸不屑。恶灵城隍听到这话，瞬间勃然大怒，臭道士，你可知在我手上死过多少道士吗？闻言你直接抬手，掌心迅速生出雷霆。恶灵城隍大惊失色，在贫道面前装你麻呢？说完就一掌心雷甩了过去，雷霆撞在妖力屏障上，恶灵城隍稍退数步，随后止住了身形。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动作，又一道雷霆甩了过来，恶灵城隍眼神微变，只能继续记起妖力防守。结果刚挡下这一道雷霆，又来了一道，同时脑海中也浮现出了一个揣测，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茅山掌心雷吧？那这人岂不是茅山这一代的道主？该死！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恶灵城隍对自己这些年做过的恶心里是有数的，以茅山那嫉恶如仇的性格，一定不会放过他。想到这，恶灵城隍直接冲到了你的面前，却见前夜空突然间汇聚起了滚滚黑云，一道道闪电驰骋于其中。不可置信的看向身前的你，这玩意儿恶灵城隍见过，正是龙虎山的五雷正法，你到底是什么人？说着他拿出手机，说实话，平时想刷高质量好看的中长视频，根本不用到处翻，直接去抖音精选 app 就行，里面全是优质原创动画内容，而且界面干净流畅，一刷就停不下来。想看更多同款动画内容，来抖音精选就够了。恶灵城隍感觉要疯了，你却是一脸的淡漠。随着一指落下，黑云中的雷霆瞬时一枪，咆哮着便朝恶灵城隍冲杀了过去。只是一个照面，就在恶灵城隍的身上撕开了几百道裂口。面对着漫天雷霆，恶灵城隍抬手撕开了自己的肚子，肉球滚落，被他掷向天空。在雷霆的锋击下，那肉球化为了齑粉，而恶灵城隍则趁着这个机会，浑身妖气爆发，以一个匪夷所思的速度嗖的朝远方窜去。你眉头一皱，心念动之间，数十道雷霆破空而下。恶灵城隍遭到重击，发出一声惨叫，但还是嗖的一声消失在了夜幕之中。数百里外的
的一片老林。恶灵城隍拖着重伤的躯体闯入了进来，一个老妇人从林中走出，语气带着几分讽刺：“这不是东郊的城隍大人吗？怎么还有空来我这老林子了？”恶灵城隍没好气道：“没工夫跟你扯嘴皮子，拿点丹药来，我先恢复一下。”这个时候就知道找我了。老妇人眼神幽怨，但还是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药瓶。随后恶灵城隍恢复完伤势后，缓缓讲述了今晚的遭遇。老妇人听的是一阵心惊，随后他语气凝重道：“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老实点吧。”然而恶灵城隍却恶狠狠道：“不可能，我虽然拿他没办法，但我可以杀光昌市的道士，等后天月圆夜一到，我第一个就去灭那清风道观。”可他不知那清风道观正是你的，而此时你也回了清风道观。这时段外忽然传来熟悉的呼喊声：“师弟，你在观里吗？”祖师殿内听到声音的你面露惊诧道：“是王师兄。好家伙，我正想去一趟灵溪观呢，王师兄倒是先来了，正好。”你露出笑容便出了门。观外正站着4位僧人，其中以一花甲老僧为首，身后跟着一位徒弟，另外2名走在前头的僧袍弟子则是刚才喊门的人。若能将他劝动，拜入我禅林寺，老衲必将在方丈面前美言，让他赐下2件一品法器，嘉奖于你2人。花甲老僧淡淡说道：“此人正是禅林寺德高望重的空文长老昌，而他今日之所以会到这里来，是因为昨晚你在清风道观直播杀鬼的事情，并带来了2个已经转投佛门的灵溪道观子弟。长老放心，叶师弟是聪明人，待我劝说一番，必然能让他转投我佛。”王元自信地笑道。这时道观大门打开，你从中走出，当看见门外站着4名僧人时，我愣了一下，接着眼神落到了王元和王胜身上，再看见他们头顶戒疤，身披僧袍后，你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与此同时，白崖山的山脚下，苏小洛正领着200多位年轻粉丝上山。原来自那晚的直播后，许多的水友都想要当面见识一下那位年轻道长的风采，于是苏小洛就组织着水友们赶来了白崖山。望着山上的道观，这些年轻人的眼神中都流露出激动和兴奋。道观这边，王元和王胜在看见你后，顿时热情地迎了上去：“师弟，你前天凭借法器诛杀恶鬼的事，方丈已经知道了，他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特邀你转投禅林寺。”闻言你气笑了：“你们要投佛门，贫道管不了，但我是绝不会加入的。”说完，你便要转身回观。王元见状说道：“叶小星，你不要不识好歹，你真以为靠个破浮尘就能振兴清风道观了吗？此时此刻，你这道观除了我，可曾有一名信徒前来上香供奉？”然而他的话音刚落，一阵嘈杂的声音便从不远处的小道响起：“快看，清风道观到了，终于可以看见那位颜值逆天的观主，我要做第一个上香的，都别跟我抢！”伴随着嘈杂热切的声音，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不光是给王元等人看懵了，就连你也露出了诧异的神色。此时数百人都已经来到了道观外，他们看见你后顿时露出了惊为天人的目光。天啊，真的好帅，这真人比视频里的还要帅10倍。道长，我要给你上香。对，上香去。许多人回过神来，顿时就往祖师殿涌去。看见这些年轻人争先恐后的往功德箱里塞钱，王元2人都要羡慕死了。而一旁的空文长老则是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苏小洛这时已经来到了你的跟前。道长，这几个和尚是来干嘛的？你一脸微笑道：“想给贫道找个好差事罢了。”这时空文长老走了过来：“道长，可否介意不说话？有话直说就是，都是出家人，还怕见不得人吗？”空文长老嘴角勾起一丝冷笑，看来观主还不知道你昨日灭掉的那些厉鬼背后是个怎样的存在。你眉头微挑，愿闻其详。空文长老脸色顿时严肃起来，那帮厉鬼的背后乃是一尊先天境界的大妖，并且此妖喜爱法器，明晚他定会来抢夺你的法器。你想要活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拜入我禅林寺。一旁王元、王胜也是冷冷笑道：“师弟，你可要好好想想啊，选择一旦错误，小心后悔都来不及。”面对几人的威胁，你面露冷色：“贫道如何行事，管你们屁事！再多说一句，信不信贫道给你们2下？”你一边说着，一边抽出了一根打狗棒，这般嚣张气焰让一旁苏小洛都惊呆了，心中越发坚定要拜入你的门下。一旁的空文长老脸色阴沉如水，既然观主如此执拗，也就没什么好劝的，我们走。说完，几人径直下山，可刚到半山腰就碰到了一个抱着小女孩的村民。他看见了空文后，直接跪在了面前：“大师救命啊！”空文长老面露不悦：“有何事相求？好好说来，哭哭啼啼做什么？”铁柱闻言连忙抹了一把泪：“大师，女儿今早去河边洗衣服，不小心失足跌落了河，被岸上的人救回来后，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村里老人说是遭了邪祟，还请您帮帮我。”说话间，人卷起了小女孩背上的衣服，那里竟然有一张乌青色的狰狞人脸。空文见状，脸上浮现出一抹骇然，好阴森的气息，只怕是只强大的邪祟啊！铁柱看到空文的脸色，一下就慌了：“大师，您能救吗？”空文支支吾吾道：“原本是能救的，但是我今天没带法器。”说到这，空文故作遗憾地叹息了一声。铁柱闻言顿时就慌了：“大师，您想想办法吧，我就这一个女儿，求您了。”这时一旁的徒弟决心突然开口：“施主，你们这山上不是有个道士吗？这种事找他呗。”空文眼睛一亮：“是啊，据老衲所知，清风道观的年轻观主那可是本领非凡啊，只要他愿意出手，必定能救你女儿性命。”铁柱闻言也是不再耽搁，抱起女儿后便心急如焚地朝道观处赶去。一旁的王元满脸疑惑：“长老，您为何那样抬举叶小星？”空文淡淡地笑了笑：“想要毁于一个人，低级的办法是贬低，高明的做法却是抬举。当村民心中相信了他有大本领在身，可结果女儿却救不回来，那时村民该作何想法？”此话一出，让王元2人的汗毛立起。空文的嘴角露出一丝不屑：“走吧，让我们回去看看这位观主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此时的铁柱已经跪在了道观
关外。小道长，救命啊！救命啊！祖师殿内听到呼喊声的你连忙走了出来，随后瞬间来到铁柱身边。发生了什么？铁柱泪眼汪汪，将女孩惊天落手的事一一讲述了出来。只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女儿啊！这幅场景让周围的人都忍不住流露出同情之色。此时再度折返的空文等人也会到这里。空文双手合十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还请观主帮帮这位居士吧。你没理会空文，而是抱过女孩。这是厉鬼想要借你女儿的身体，还好你们来得及时。现在把邪祟赶出来，再把女孩的魂找回来就好了。说完，你将太极符尘拿了出来，给贫道滚出来，不然打死你！突如其来的一句恐吓，让全场严肃以待的人当场就懵逼了。怎么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空文等人差点笑出声来。观主，这关系到一条生命，还请你……他的话音戛然而止，只见你手中的符尘散发一股煌煌正气，紧接着，女孩背部的人脸逐渐消散，邪祟脱离女孩身体，化作一缕黑烟就要逃离。你直接使用太极符尘将邪祟禁锢在原地，说：“那女孩在哪？”厉鬼一副要哭的样子，说了你能放过我吗？你眸子微微眯了眯，你先说。厉鬼一愣，我不说，你弄死我吧，弄死我，这女孩也得死。你见状冷笑了一声，直接一步走到祖师殿，然后又瞬间来到厉鬼身边，手中已然多了一把燃烧的香火。你直接将香火搭在厉鬼的腿上，炙烤的痛楚让厉鬼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你继续自顾自地扎着厉鬼各个部位，每一下都会让厉鬼发出凄厉的惨叫。这一幕看得在场的人是一愣一愣的。我去，这也太残暴了吧！此时这厉鬼终于顶不住了，不要扎了，不要扎了！我说，那女孩被我赶走后就往村子里跑去了。在场的人听到他的交代后，纷纷说道：“道长，那咱们赶紧下山去吧。”很快你们来到村子，你直接站在了村子的中心，推动修为摇动起2品铃铛招魂铃。铁柱则在一旁呼唤起了孩子的小二丫回来吃饭了，二丫回来吃饭了。不一会儿，一个身形虚幻的小女孩哭着朝这边跑了过来。突然，她看见了你旁边的那只厉鬼，瞬间浮现出一抹害怕，厉鬼眼中浮现出一抹不屑，但下一秒你直接一合尘将她打得魂飞魄散。这一幕看呆了现场所有人，更让空文长老眼皮狂跳。此人年纪轻轻，做起事居然如此果断。小女孩在看见那只可怕的厉鬼消失后，一头撞进了自己的身体里。一旁的铁柱连忙问道：“小道长，接下来该怎么办？”闻言，你伸出手将体内先天正气灌入女孩的四肢百脉。没一会儿，就见小女孩缓缓地张开了眼睛。这一刻，一众随同苏小若前来的年轻人满脸崇拜地看向，太帅了，太厉害了，这才叫修仙的人啊！不行，我这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要出家。而一众村民们也没想到，一直平平无奇的小叶道长，居然真的是个本领超凡的人。大师，这回真得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透露，我们还真不知道自家山上住着个活神仙呢。空文等人只觉得尴尬到了极致，本来想毁一下你在本地的名声，没想到意外成就了你活神仙的美名。这边平复了心情的铁柱跪在了你的面前，道长，今天的救命之恩我铁柱记着了，往后道长您有任何的吩咐，我铁柱皱半个眉头都天打雷劈。你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斩妖除魔，济世救民本就是我道教宗旨，何须行此大礼？听到这话，一众村民眼眶不禁微微发热，想起老人们说过的故事，在民国时期，清风关内道士一度多达数十人，且个个都身怀本领，造福一方。可随着战火肆虐，百姓流离失所，当代清风关关主毅然决然率领关内众道士下山，唯有当时年仅8岁的清虚真人被留了下来，等候师父师兄们凯旋归来。谁曾想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所以哪怕村里老人明知道清虚真人并无真本领，但还是会隔3差5去观里上炷香，奉上些许薄钱，一直持续到那一辈都老了，爬不动了，这才让清风道观愈发冷清。然而今天看到清虚真人的弟子竟也是这样古道热肠，一众村民不由得心生惭愧。小道长，我身上有些钱，您收着吧。对，好久没去观里走动了，一点心意您别嫌少。村民们纷纷掏钱，然而你却是摇头道：诸位无需如此，我师父在世时，诸位乡亲伸出的援手，贫道早已记在心里，今日救下他，只算是略尽绵薄之力。说到这，你目光环顾了一眼破旧的村子，诸位生活如此拮据，贫道又岂能要你们的钱？你们在此稍等一会儿，贫道去就来。你说完，身形一闪，往山上赶去。这鬼魅般的速度让在场的人瞠目结舌，但同时也好奇道长为何突然离开。就在众人疑惑道长为何突然离开时，约莫这2分半的时间，你便回到了村子里，然后将手上10几万元钱交给了铁柱的。铁柱连忙拒绝，可你却说道：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乡亲们的，全当是为我师父老人家积些阴德。听到这话，在场的村民不禁潸然落泪。想想在此之前，禅林寺那几个和尚居然还说小道长喜好香火钱，只为城里人尽心尽力，现在回看简直就是放屁。村民纷纷落泪道：小道长，您这叫我们如何受得起啊？你笑了笑，目光看向苏小洛身后的年轻人们，其实这些钱都是他们给的香火，你们要谢就谢他们吧。听到这话，苏小洛和一众水友们看向道长的眼神，从一开始的惊诧变为崇拜和敬佩，而看向旁边空文一行人的目光，则不加掩饰的嫌弃。空文等人见状，直接灰溜溜逃走了。师傅，咱们真的不做些什么吗？有些事用不着我们动手，明晚就是月圆之夜，那恶灵城隍一定会出手。黄昏时刻，苏小洛和年轻的香客们回家后，你发现自己的声望总额已经达到了112万。随即你开始终极抽奖，恭喜宿主抽取到金光咒，金光咒乃龙虎山天师府至高神通。看到这个奖励后，你毫不犹豫选择融合。另一边，空文等人来到了东郊荒野，然而当看见那座历经数百年的城隍庙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后，空文师徒2人直接懵了。突然空文耳边微
颤，随后他朝着远处飙射而出，紧接着一只野猪精便落到了他的手上。这里发生了什么？野猪精惊恐地说道：“有个道士将城隍大人打成了重伤，不过他还是逃出去了。”空文又朝野猪精皱眉问道：“你知道那个道士长什么样吗？”“我不知道，我当时离得很远。”话落，空文一掌将野猪精击毙，然后一行人径直前往了大昌市西边树林。但愿我这珍藏的丹药和法器能够说动他。此时大昌市西边老林子里，恶灵城隍缓缓睁开眼睛。这时老妇人突然出现，外面有2个和尚要见你。恶灵城隍闻言一愣，随后起身走了出去。“你来找我有何事？”贫僧素闻城隍大人钟爱法器，据贫僧了解，白崖山上清风观就有着许多上好法器。恶灵城隍眉头皱起，所以你想我灭了清风观的道士？如果您能这么做的话，我愿将手上的法器和丹药相送。恶灵城隍嘴角勾起一丝弧度。明晚之后，白崖山上在无道观。空文和决心闻言顿时大喜，随后准备离开。只是恶灵城隍突然说道：“忙我可以帮，但你还得给我一样东西。”说完突然一掌拍向了决心的天灵盖，砰的一声，决心的脑袋瞬间裂开。空文双手合十道：“勿怪为师，正所谓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说完他转身离开了这片老林，而决心也被恶灵城隍吃了个干干净净。第二天，许多村民和水友一大早就来到道观上香。空文领着王元、王胜师兄弟站在清风观对面的树林里，空文的眼中满是不屑：“好好热闹一下吧，晚点可就没机会了。”王元忍不住忧虑：“您说的那个妖城隍今晚真的会来吗？”空文淡淡开口道：“放心吧，肯定会来的，并且连大昌市镇灵司都拿那城隍没办法，那小道士必定是十死无生。”闻言，王元露出一丝笑容。很快夜幕降临，热闹了一天的道观恢复了宁静。你在祖师殿修行着金光咒。另一边，道观对面的树林子里，空文等人还在等待城隍出现。而就在他们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一股阴风吹袭而来。突然，王胜惊呼：“快看，那是什么？”只见白崖山崎岖狭窄的山路中，一尊高大如房屋、面目泛红、外形酷似庙宇神像的存在缓缓登上山来。见状，空文脸上涌现出一抹兴奋，终于来了。而彼时的恶灵城隍亦是嘴角狞笑，要怪就怪那晚的臭道士，是他害你清风观今夜招致灭门之灾。随后一道声音响彻白崖山：“城隍已至，观内小道速速跪迎。”这动静让远处看热闹的空文三人兴奋至极。昨天好言相劝，让你放弃道观转投寺庙，你不肯，这下好了，如此恐怖的妖怪打上山门，还有谁能救得了你？此时祖师殿内，你在听到这耳熟的声音后，脸上涌现出难以置信的惊喜，他居然真的来了，今夜又可以升级了。下一秒，你直接冲出道观，与不可一世的城隍来了一场激情对视，空气都仿佛在这一刻凝滞住。树林里的王元看见你开门后人不动了，直嘲讽道：“哈哈哈，吓傻了吧？”可眼尖的空文却发现了不对，因为在他的视线中，恶灵城隍好像在缓缓地往后挪动脚步。能够再次遇见你，贫道真的是太开心了。你刚才说什么？要进我道观做客是吧？来来来，热烈欢迎！而对面的恶灵城隍已经满头大汗，他一边缓步后退，一边强自镇定望向道观牌匾。这原来是清风观啊！不好意思，我走错路了。恶灵城隍终于和道长打起来了。此时就在恶灵城隍说自己走错路了，而你一脸好客的攥起拳头，来了就是客，有什么走错不走错的？闻言，恶灵城隍一声暴喝，抬手向你挥出一阵猛烈妖风。远处的空文则是故作悲天悯人的合掌，然而下一秒，他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只见视线里的城隍奋力一击后，猛地一个转身，朝山下狂奔而去。而你随手一挥，顿时金光闪烁，就叫妖风原地解散。紧接着你一步踏出，飞快朝山下追去，仅仅是一挥就挡在了城隍面前。城隍龇牙咧嘴，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赢。这时你终于开口了：“贫道不用违法，咱们来公平一战如何？”听到这话，城隍露出怀疑的神色。果真，你忍不住笑道：“放心吧，你难道没听过出家人不打诳语吗？”此话一出，城隍妖气的拳头直直砸向你，而你也向他挥出携带金光的拳头。很快，两个拳头碰撞在一起，发生剧烈的爆炸。下一秒，城隍一脸骇然的倒飞了出去。怎么会这样？让一个后天6重的道士一拳锤飞，这是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原本震惊的表情逐渐扭曲愤怒：“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紧接着，他浑身妖气喷薄，朝着你飞扑了过去，而你则是凌空一脚，这一脚携带金光将城隍踹飞，接着轰隆一声摔在了地上。很快，城隍嘶吼着起身，你反手一道掌心雷轰在他身上，紧跟着瞬息出现在他上空，金光熠熠的拳头直接对着恶灵城隍的脑袋砸了下去。恶灵城隍双臂格挡住这一拳，接着朝旁边大喊道：“还不出手！”下一秒，就见一个老妇人拎着一杆长枪从天而降，而恶灵城隍用双臂死死钳制住你的拳头。想不到吧？给我死！恶灵城隍狰狞大笑。与此同时，你念出法咒：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一劫，正无神通。随后，你体内的先天正气疯狂涌动，你原本汇聚在恶灵城隍拳头上的金光，在这一刻汹涌绽放。冲天的金光引来了很多村民的围观。此时的恶灵城隍离得太近，刺眼的金光让他眸子当场流出了血泪，而那老妇人的长枪在碰到你身上的金光后应声折断。这一刻，老妇人的脸上布满了惊恐，她转身就要逃离，却不料你直接抓住了她的脚踝，然后将她狠狠砸在了地上。老妇人发出尖锐惨叫，身形变化成一只黄皮子，随后颤声道：“道长，我是受他蛊惑，一时冲动，还求道长饶命。”你眼神冷漠，直接扬起拳头，一拳砸碎了这只黄皮子妖的脑袋。接着你又扭头看向了恶灵城隍，只见他的脸色一片惨白，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金光咒。”传闻中的金光咒伴随着你的一拳落下，东郊300年的妖城隍就这么死在了白崖山脚下。这一刻，所有村民看向你的目光都敬畏如同神明。其中一名今天才回村的青
青年的世界观崩塌。他手里拿着个相机，嘴里不停地喃喃：这世界真的有神。空文三人在看到恶灵城隍被干掉后，马不停蹄回到寺庙，将看到的一切告与方丈。白崖山下，击杀恶灵城隍和老妖婆的修为奖励，让你直接来到了先天境界。此时村民们也从震惊中逐渐回过了神来，纷纷朝你跪拜下去，拜谢道长为我李家村斩妖除魔。很快，你和村民们道别回了道观。夜色深沉，李家村中一名青年拿出了自己的电脑，然后刚才拍摄的画面发布到了当地论坛上。尽管现在已经凌晨3点，但仍是有许多熬夜狂魔刷到了这个视频。道士和妖怪斗法，这是最新出的电影吗？有没有大佬报下剧名？我听朋友说剧名叫《无法天师》。是的，是的，非常好看的。就在网友们激烈讨论的时候，另一边，位于大昌市北部的火葬场，一众镇灵司成员守在外面，就连先天境界进去了都有去无回。现在该如何是好？这句话让在座的人沉沉叹息。突然，一名叫宋明司员喊道：“司守传来了命令，严童已经去请清风关的道长了。”闻言，有人露出了无语的表情。司守是疯了吗？清风关的现任观主就是个不会修行的年轻人，请他来送死吗？宋明也觉得有点荒唐。不过就在这时，司守发来了一条视频。宋明微微疑惑，点击了打开，然后看见了让在场所有镇灵司成员惊掉下巴的一幕。这东郊的恶灵城隍和西郊那个老妖婆，他们居然被清风关那个新观主给杀了。所有人的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此时你从道观中走出，而远处有一名飞快赶来的女子。当她看见了道观门口的你后，一脸肃重的拱手道：“大昌市镇灵司严童，拜见清风关观主。”闻言，你先是露出诧异之色，接着淡淡道：“不知严居士前来所为何事？”严童沉声道：“其实我是来求观主帮忙的。数日前，我们发现火葬场中有人在炼制尸妖，于是前后派了18个高手进入火葬场，最后没一个人走出来，所以希望前辈能够出手相助。只要您愿意出手，镇灵司定然会竭尽全力满足您的要求。”你突然好奇地问道：“你们镇灵司应该知道很多妖魔邪祟的所在地吧？”严童愣了一下：“是的，没错。”你闻言点了点头：“那就好，省得贫道到处去找了。”这话听得严童一脸的茫然。贫道的意思是，哪里有妖魔，你就带贫道去哪儿。凡是有业障在身的邪祟，贫道给你一并解决。只因你斩杀邪祟，便能获得系统的修为奖励。可严童却不知道这事。听到这话，他只觉得脑子嗡嗡作响。事不宜迟，带路吧。说完，你率先朝山下走去，而严童当即满脸兴奋地追了上去。此时，另一边禅林寺中，法灵方丈正站在佛门大殿外。方丈，在您闭关的这几天，镇灵司又来求您出手解决火葬场的事情，不过我并未答应他们。闻言，法灵淡淡说道：“你去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下架掉大昌市的网络中有关那个道士的所有视频，火葬场的事，老衲就可以出手。”听到这话，空玄双手合十道：“弟子明白。”随即离开了寺庙。西域桥火葬场，你刚来到这里，就感受到一股冲天湿气，甚至比恶灵城隍爆发的磅礴妖气还要更胜一筹。你们不要进去，容贫道前去一窥究竟。镇灵司的成员们自知进去了也是累赘，于是纷纷朝你拱手相拜。道长，您一定要小心。你点了点头，平静转身进入了火葬场中。待你走后，有人看向严童，好奇道：“能够说动这位道长，条件应该不低吧？”镇灵司作为帝国培植的修行者组织，人手不够时，总少不了要去请一些散修高人相助，这报酬自然也就少不了。像现在火葬场的事，已经折损了一位先天大修，其风险系数可以说是非常之高，没有天大的报酬，可没有高人愿意出山相助。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严童居然摇了摇头，观主没谈任何条件，只是问我们镇灵司知不知道更多的妖魔损害。众人面面相觑，这是什么意思？严童望着火葬场方向，语气充满尊敬道：“观主不光要帮我们解决这里的问题，还要解决一切为非作歹的邪祟。”他说：“斩妖除魔，济世救民本就是道门宗旨，何须言谢？”闻言，镇灵司成员都怔怔望向火葬场，随后肃然起敬。火葬场内一道水滴声突然响起，你眉头一皱，突然一个闪身离开原地。再看原本站立的地方，有一条触手从地底洞射而出，闪身避过的你当场就恼了，大胆妖孽，不讲武德，竟敢使出掏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说完，你抬手一道掌心雷轰在了那条触手上，直接给那触手轰碎。可下一秒，脚下的地面同时钻出7、8条触手朝你杀了过来，你果断使用咫尺天涯身形辗转腾挪，随后心念一动间，太极浮尘出现在了手中，接着你一手浮尘横扫，一手掌心雷狂飙，那些肮脏的触手不断被击碎。激烈的战斗扬起滚滚烟尘从火葬场上空飘出，外面的镇灵司成员瞪大了眼睛，严童担忧地握紧了拳头。而彼时的你在击碎了那几条触手后，果断地轰开了廊到地面，发现下方又一尊蠕动的怪物在地上扎根。好家伙，什么东西这么恶心？突然那怪物从口中向你喷出一股恶臭的浓液，你一个闪身避开后，浓液轰在了你身后的火化门上，钢制的火化门顷刻间化作铁水，里面的景象显露而出。只见一个滚滚湿气笼罩的僵尸正置身在火化炉中，他猛然睁开眼喝道：“缠住他，勿要让他坏了我化尸妖的大事。”腐肉丧尸闻言直接就朝你杀了过来，你看着对方朝自己飞，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反胃，随后掌心雷一轰，这腐烂怪物身上的腐肉四溅，到处都是。虽说被你的金光挡在了身子外，但仍是让你恶心不已。于是你身形一纵，直接从火葬场中冲了出来。严童的见你仓皇逃出，担忧的迎了上来，没想到就连这位道长也来逃命。而这个时候，火葬场大楼因为地基被腐蚀，一致撤。
滚滚浓烟下，废墟之中，尸妖显露在了大家的视线之中，身躯破碎腐烂的怪物守候在尸妖的旁边，二者的恐怖气势令在场所有的镇灵司成员脸色发白。有人紧急的说道：“这情况必须得让司手来一趟。”严童一脸担忧：“道长，真没想到里面居然有2个这样恐怖的存在，你能活着逃出来真是万幸。”你却是摇头。贫道没逃，这话让在场的人一怔，没想到这位道长还挺爱面子。我们知道道长没逃，不过我们还是先撤退吧。闻言，你摇了摇头：“不用，贫道只是不想跟他近身打，真要解决他们，放个天雷就行了。”众人一愣，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见你抬手一招，这方天空瞬间涌来滚滚雷雨。镇灵司的成员惊疑不定地望着压顶黑云，火葬场废墟处，无尽的尸气朝尸妖体内灌入。尸妖激动的大笑：“我要成了，我要成了！”紧接着，他将目光落到外围一众镇灵司成员上，准备好做我的第一批血石吧。然而就在这时，他看见那个道士莫名其妙的抬手，随后一股来自灵魂的滔天威压轰然降临。什么东西？他猛然抬头，只见自己的头顶天空居然出现了滚滚黑云，黑云之中有电闪雷鸣，这是什么？他惊疑不定地看向那道士，忍不住发出怒吼：“你在干什么？快给本座立即停下！”一个满级天师却惨遭一只僵尸上门打假，他面露狰狞之色，而看到真正僵尸的你也是一惊，条件反射向后退了一步。这反应瞬间引起直播间网友的嘲笑：“怂了怂了，僵尸还没真正动手呢，他就吓成这样。”你脸色冷漠，好好的正道不修，偏要走着邪门路数，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你眼中闪过一抹冷意，直接一指落下。这一瞬间，天空中数百道雷霆朝尸妖奔涌而去。镇灵司成员被这一幕惊得张大嘴巴，毫不夸张地说：“现在释放出的五雷阵法，即便是达到了玄通境界的邪祟，在这样恐怖的天威下，也照样要吓得屁滚尿流。”第一批天雷落了下来，爆腾在火葬场淹没了，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那个腐肉怪物直接被雷霆轰成了齑粉。第二批天雷落下，刚刚完成尸解邪法的尸妖当场被雷霆轰没了半边身子，他发出凄厉惨叫：“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为了能够成就尸妖之身，他特意选择了充满尸气的火葬场，而他也确实成功了，境界从先天初期一跃而上，达到了先天的最巅峰，早已将外面的镇灵司成员以及这个实力不俗的道士当成血食。可谁能想到这道士竟然能招来漫天雷霆？突然，尸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他不可思议地望向外面的道士：“这难道是龙虎山的五雷阵法？”你没有回答，只是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然后大手一挥，滚滚天雷如瓢泼大雨般倾盆而下。尸妖发出惊恐而又不甘的惨叫：“不要，不要啊！”此时就在你施展雷法之后，尸妖发出惊恐而又不甘的惨叫，他浑身尸体气爆发，试图去抗衡天雷。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尸妖逐渐被雷霆淹没，那已经成为废墟的火葬场中心出现了一个方圆100米的大坑。叮！恭喜您击杀了先天境妖物，修为加2万；您击杀了先天境巅峰僵尸，修为加20万。此时你的修为来到了先天第4重，修为的暴涨让你的内心极为惊喜。然后你将目光看向了严童，这才发现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镇灵司成员此刻还在呆若木鸡地望着火葬场。你喊了一声，众人才回过神来。雷法！道长，你居然会雷法！观主，您刚才施展的莫非真是龙虎山的五雷阵法吗？五雷阵法，那可是天师府的不传之秘啊！难道观主您莫非是这一代的龙虎山天师？你看到众人这一副要长脑子的样子，随口回应了一句：“贫道是清风观清虚真人的弟子，诸位就不要多加联想了。”行了，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施主，你带我去别处吧。严童一时还没反应过来，什么别处？你倒不是说了吗？哪里有妖魔就带贫道去哪里。说着，他拿出手机，说实话，平时想刷高质量好看的中长视频，根本不用到处翻，直接去抖音精选 app 就行，里面全是优质原创动画内容，而且界面干净流畅，一刷就停不下来。想看更多同款动画内容，来抖音精选就够了。对于现在的你而言，满是害人的妖魔邪祟都是你的经验包。闻言，严童的眼神愈发崇敬我还。很快，你跟着严童离开了这里，队长周明则领着少数几人驱车回镇灵司复命。不过车子刚出去没多远，就碰到了姗姗来迟的禅灵寺长老空玄。镇灵司的成员微微皱眉，他怎么来了？空玄微微笑道：“师尊只需要你们镇灵司帮一个小忙，就可以前来相助。”周明闻言心中冷笑，语气确实平淡：“修建81座寺庙的事，我们镇灵司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就告辞了。”周明说完即要上车离开，空玄见他掉头要走，急忙伸手拦下：“周队长，贫僧还没说是什么条件呢，你这么急干什么？你们只要做一件很小的事情，那就是帮忙全网封锁一个道长的视频。”周明毫不犹豫地冷眼拒绝：“抱歉，此事恕难从命。”不光是周明，其余几位镇灵司的成员也都露出了愠怒的眼神，只因你义无反顾前来相助，光冲这一点你就值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一幕直接给空玄整懵了，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何生气。空玄皱眉：“我四方丈听闻你镇灵司损失惨重，这才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决定出手，难道你们连这点小的要求都不肯答应吗？抱歉，火葬场的事情已经处理妥当，就不劳贵司了，我等还有公务在身，再见。”周明说完直接上车。空玄愠怒，怎么会这样？不过他很快冷静了下来，赶回了禅林寺将这事告诉了方丈。闻言法灵一愣，该不会是那个道士出手了吧？空玄沉沉点头道。法灵眉头紧锁，即刻安排记者发表声明：今日本座要为民除害，出山降魔，让他们全程直播。大昌市各路媒体都齐聚在了禅林寺山门，一身袈裟的法灵刚从佛堂之中走出，想要除魔，事不宜迟，诸位有什么问题
题等解决了妖魔之后再问吧。说完，法灵大步往山下走去。路上，空文小声问了一句：“师尊，咱们这是先去哪里？”法灵淡淡道：“北郊前朝乱葬岗。另一边，你在解决了火葬场的问题后，就跟着严童坐车去了北郊乱葬岗。灌主，这里是第一站。等解决了这地方后，咱们再一路顺着往南。沿途有很多厉鬼的窝点。闻言，你直接走进乱葬岗，取出了太极符尘，随手一挥就将一只厉鬼打成灰飞。随后，你朝着严童说道：‘走吧，下一个地方。’另一边，媒体工作者跟着禅林寺方丈来到了北郊。下车之后，法灵微笑着说道：‘走吧，贫僧带你们看看厉鬼的真面目。’众人闻言露出了激动的目光。只见法灵双手合十，一个带着禅意的喝声冲荡整个乱葬岗。要出来了吗？所有人眼神之中满含期待。然而1分钟过去，3分钟过去，10分钟过去，方丈脸上的微笑逐渐凝固，全场观众则是一脑门的黑线。大师，鬼呢？